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款中长发韩系波纹卷。那我今天邀请了一位很特别的设计师跟我一起来分享。在教学开始之前，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先订阅我频道。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Let's go。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嘉宾就是来自三馆的小杰设计师。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东风三馆的小杰。好，那小杰老师，你目前的年资大概多久了？目前年资的话，大概有12年的资历。哦，12年了。对，12年。然后你是怎么接触美发的？美发吗？当初一开始是因为书念得不好，然后家里亲戚刚好有人是做美发，然后就觉得说可以穿得很漂亮，又可以吹冷气工作，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所以才高中的时候就决定选高职的美容美发科。所以你也是本科系的？对，我算是本科系毕业的。高中毕业之后，家人的赞助就是有出国去深造专攻美发的这一块。我知道你不是去日本？对，我去日本跟马来西亚。哦，对。好，那你目前擅长的风格是哪一种类型？目前比较擅长的话是女生的烫发。了解，所以任何烫发都难不倒你。也没有说到完全难不倒。没有，你要说对。不行，等一下考我。好，对，更正。对，那我们今天合作分享的是一款韩系的波纹烫。对，你说的是很多客人指定的发型。算是就是女生如果想要烫发、想要改变的话，大部分都可以接受。第一个，它不需要抹大量的造型品，它只需要在保养的部分去做一些基础的打底。是，对，然后再来的话，它也不需要额外去用太多的工具去辅助，就是用我们的双手跟吹风机，它就是可以完成的一个发型。所以基本上以客人整理方式来说，会比较容易上手。对。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由我来教大家剪发，那由小杰老师来教大家如何上卷。那我们现在课程就准备开始 ，Let's go。好，那我们今天修剪呢，总共会分以下几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就是刘海，然后两侧，然后后脑勺上跟下区，这样就可以修剪完成了。那我们先进行分区。好，那我们今天分区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刘海一个三角区，那两侧是分到耳后的区域，分到顶部。那后脑勺部分呢，我们从耳朵后面这里，然后拉到顶部一个区域，底下一个区域。那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做修剪。那我们今天的长度啊是中长发，所以我们在设定长度的时候，可以稍微预留一点点底层，放下来大概在胸前的位置，然后做修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先平行的修掉多余的长度，确定导线。完成之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水平线。两侧连接，拉下来，水平连接，这一层完成了。这一层是我们整个发型的一个厚度的堆积。那接下来我们顶部区这边再放下来，制造出一点层次感。好，如何制造层次呢？我们只要在后脑勺区做直立分线，宽度我们抓2个手指头的宽度，然后直立提拉出来，拉出来之后。手夹着可以看到下摆这边是我们刚刚去掉的长度，那我们45度角提拉，把多余的这一块长度做去除。那去除的时候，我们选择是点剪的动作，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除了。再以放射的方式去做直立分线，然后一样45度角提拉出来，那把多余的长度点剪去除。侧面的部分一样往外45度角拉出来，点剪修饰。好，另外一边整个后区剪完，后面看下来会有一个层次包覆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再做一个高角度的修剪，制造出更多的层次纹理感。低角度跟45度完成之后，我们来做最后一个动作，就是顶部区的去角。这个去角会影响烫出来的蓬度跟造型，所以我们往上拉135度，拉起来，把多余的长度这一块角度直接去除。这一块啊，就是会让我们烫发的时候增加顶部区更好的卷纹的呈现，让它不会卷度全部都堆积在下摆，更多的蓬松感。所以我们在这里一样做放射状，然后往上提拉。把多余的这一角直接去除。好，后脑勺区这3个动作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做两侧，两侧修剪的话，我们先把头发放下来，从太阳穴的位置平行分线，先把上区夹起来。那下摆层，我们先剪一个水平线，连接两侧的位置，连接起来之后呢，再把上层放下来。这个时候，我们直立分线45度角修剪，从耳侧开始直立分线，拉出来，那把多余的长度做点剪，让它比较多的柔和感。拉起来45度角，提拉，在这里轮廓做点剪修饰。到前面这一圈的时候，记得我们要往前提拉，然后把多余的层次修掉，这样可以制造出它前面等一下烫出来的一个柔和感。这边的卷纹就会比较立体一点了。那另外一边一样的做法就可以完成。好，我们现在两侧跟后面的长度都修剪完了，接下来要修剪刘海。刘海我们今天帮它修饰一个长形脸、颧骨宽的脸型修饰，是非常好的技巧。那我们等一下的长度呢，会抓在鼻子这一块，那它可以做中分、旁分，或者是刘海的往前的那一种斜分，都很适合。那我们先把刘海放下来。好，我们先取中间的长度，先分一个三角区。完成之后呢，我们直接拉下来到下巴的位置，到下巴嘴唇下巴的位置，然后做一个反转的动作，然后在这里剪一个 A 字的开口。好，这个动作完成了，我们再把刘海分一半，然后让它去做一个左右连接的动作。侧边我们梳到耳朵前面，然后往另外一边梳过去。那把这里最短到最长的长度做连接，这样它就有一个弧形下来的一个感觉，它可以做到这样的修饰感。另外一边也是一样，从长连接到短。直接连接上去。好，那我们刘海长度完成了。那等一下啊，再换小杰老师来教大家这样的长度如何去做一个韩式波纹卷。那我们就欢迎小杰老师的进场。那我们裁剪完之后，现在来分享烫发的部分。烫发的部分的主要的分区呢，会分为3大类。第一大类的话会在刘海区，那第2大类的话会在耳前区，第3的话就是在耳后的部分。刘海的部分的话，通常我会先分出来，那是一个三角区。耳前的部分的话，会抓在耳朵的后1公分的位置。剩下最后面这一区的话，就是会用水平的方式去做分区。分完区的话，大概会是像这样子。那因为烫的卷度不是很卷的发型，所以基本上分区的话不需要太过薄，对，大概抓3到5公分的厚度是可以的。我们今天上卷子的话，主要会用到3种尺寸的卷子，分别是24、22跟20。通常轮廓的地方的话，我上卷的方式都会用反卷的方式，一般正常以前的上卷方式都是直接平卷的方式进去。那其实用反卷的方式的话，效果会比起平卷的方式来得更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幅度向上，那它的钩的纹路会比较深，也会比较挺，所以相对的，客人在吹起来的效果的话，它的弧形会比较漂亮，而不会是弱弱的感觉。那通常轮廓线的地方，因为我们只是要弯度，不要卷度，要制造出它的丰厚感的原因，所以我们的角度的话不会提到太高。所以通常我们是用0度的方式，然后放冷烫纸之后呢，卷子放在头发的上方，稍微往下带之后，往上卷进去。那圈数的决定的部分是在于每一个设计师他想要营造出来的卷度的纹路去设定。那像我的设定只是要一个弯度，所以我的圈数大概是抓在2圈到2圈半之间。第一层的部分的话，就是会用2卷下去做区分。那我们继续下面1层。第2层的部分，因为它宽度比较宽，所以我会分3等份下去操作。分区的大小，我会看每个人后脑勺的长度跟宽度去取决于我总共要分几区。对，那像它的部分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长，所以我们大概3到4区其实就可以完成。
第2层的部分的话，我会设定用平卷的方式，就是用大家比较擅长的平卷方式下去卷。我们第1层的部分已经用反卷上钩的方式，那如果我们的第2层是用下钩的方式的话，那它烫起来的话，它钩跟钩它会重叠到的时候，它的蓬松度跟立体度的话，比起你的每一个角度跟每一个卷的方式一样的来得好。所以我会示范第2层的话是用平卷的方式。那一样卷子放上去的时候，角度不要提拉太高。上卷子的部分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管你在卷哪一区的时候，希望你的身体是跟着头型去走，而不是从头到尾只站在同样一个位置，因为这样子你卷出来的卷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说侧面的部分，我们人就尽量的跟它呈现水平的状态下去站。那基本上这一区的部分的话，就是都一样是用平卷的方式卷进去就可以了。那我们第2层上完的话，就会是呈现这样子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会上顶部这一层的部分。那像这样子的发型的话，基本上后脑勺的话，卷度不需要设定到太高，对，一样是发中到发尾的长度就可以了。通常顶部的部分的话，我的排列方式会比较用于放射状的方式。为什么会用放射状的分线方式？是因为头顶部的部分它会比较倾向于是倒三角的感觉，所以说你用放射状的方式下去分的话，每一片发片的发量会比较平均。先从正中央分第1区之后，再用三角的方式分左边2区，还有右边2区，这样子去抓。放射线的分线的话，它的每一片的发片会比较精准。那最上层的上卷方式的话，我会采用直立式的方式，因为下面只是营造出弯度跟它的丰厚度而已，但是上面的话是要呈现出它还是有一点卷度，自然很像电棒做出来的自然的卷度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的卷度要设定给它多一些，所以用直立式的方式去卷的话，那它烫出来的纹路效果会比我们只抓一个弯度的纹路来的多一些，也会比较好看。像很多人应该会有疑问，就是直立式的我的卷子到底要绕哪一边才是对的？对，有些人他虽然是绕直立式，但是有可能他4卷的方向都一样。那像判断的方式的话，你在脑海里先想象好它的左边你是想要绕出什么样的纹路。顶部区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要让它有蓬度跟微微的自然的卷度，所以我会用24的卷子下去做绕的部分。然后绕的部分的话，像左边的部分，我们就是卷发片不重叠的方式往下卷，对，所以在上卷子的时候，头发一定要梳顺，然后放上去之后，确认每一片发片不会去重叠到，然后再绕，尾巴用冷烫卷平绕进去之后，再用羊毛毡卷起来，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再示范一次另外一边的卷法，发片先梳顺，卷子放好之后，以不重叠的方式平绕。绕进去之后，橡皮筋这样梳起来就可以了。那剩下这2边的话，我们都是用刚刚的这2个方式下去做卷。后头部的顶部区的话，就是用这样直立式的排列去做完成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我们整个后头部的上卷方式。接下来的话会上2侧耳侧的部分的卷子方式。那我们现在要上侧面部分的卷子，那通常这个范围因为不是很大，所以通常我会采用水平分线的方式分3区去做前侧区的分区的部分。第1区的部分，因为它是轮廓线的部分嘛，所以我一样会采用反卷的方式。为什么前侧区的话也要用反卷的方式呢？
因为通常回家自己在居家整理的时候呢，纹路不够深的话，它会看起来没有张力，弹性度不够，所以用反卷的方式下去营造的话，它吹出来的钩的立体度会来得比较好一点点。那一样，卷子的尺寸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一样跟后头部的底部的部分选择一样的卷子，这是我们的第一区。第一区因为是轮廓的部分，所以第一个卷度不用太多，所以我们只需要呈现让它有一个弯度跟松度就可以了。那第二区跟第三区的部分的话，我会采用跟顶部区一样的方式，直立式的排列。因为这一款发型的话，我会比较希望卷度的呈现是看得到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用直立式的方式去呈现的话，卷度的纹路也会比较明显，也不会觉得整颗头好像有过卷的现象。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卷度的重点放在耳前的这2区，然后尤其是第二区跟第三区的部分就可以了。那现在示范第二区的上卷方式。我刚刚有说我会比较着重于卷度呈现的部分，所以相对的可能在前侧区的层次上面也会稍微比较多。那层次稍微比较多的时候，上卷子的时候，冷烫子的部分就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很有可能会短的跟长的落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头发容易掉出来。所以这个部分的冷烫子的方式，我会采用单片交叉的方式。从发中的地方，我一样会选用22号的卷子下去做绕的部分。那这个绕的部分一样就是固定好卷子之后，以不重叠的方式去绕。绕完之后呢，再用羊毛毡固定，像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了。好，剩下第三区。可能有些人他会问说，我上卷子的部分会不会卷太高？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看你上药水的高度是上到哪里。如果你上药水的高度只有在发中以下的话，就算你上面卷子绕得比较高的话，其实也没关系，那个不会影响。前侧区的其中一个半边就是这样完成就可以了。基本上，其实前侧区大概3卷左右就可以了，除非说它的发量特别厚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分到第4区。那另外一区的方式呢，跟这边是一模一样，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完成。好，那我们现在2侧的部分就算上完卷子了。那目前的话就剩下刘海的部分，来帮大家示范怎么上卷子。刘海的部分的话，分区的话可以分成2种，一种的话是直立式的分区，那另外一种的话是水平的分区。像这位客人的话，他偏中长发的刘海，所以我会采用直立式的分区卷2边，因为我希望它呈现出来的不是尾巴一个弯度，我希望它呈现出来的话是这个地方有自然的蓬度之后，它的尾巴会有往后勾的效果。所以上卷子的方式的话，我一样会用直立式的方式去上卷子。卷子的号码呢，不用选太小，大的卷子的话，它的蓬度会来得比较自然，因为我们的卷度主要还是在尾巴为主，所以说这样你绕进去的时候，它刚好呈现出来的会是一个 S 型的状态。客人吹完的话，它的幅度会比较刚好。今天它的刘海长度的话，我会选择用24号的卷子，24号的卷子下去做卷的部分，一样用直立式的方式。那像刘海的部分的话，角度的话不要太低，因为我们是为了让它的发根有蓬度，跟头皮呈90度的部分下去做提拉，然后一样用冷烫纸先包好。包冷烫纸的部分的话，一定要确保头发全部都有包在冷烫纸里面，不要让头发露出来。所以尾巴如果不够的时候，我会再多补1张，这样子1区就完成。那我们会再卷另外1区。好，那我们今天上卷的示范就到这边。那再重新跟大家复习一次，分区的部分的话，主要会分为3大区。第1区的话是刘海区，第2区的话是耳前区，第3区的部分的话是耳后区的部分。那刘海的部分的话，我会使用直立式的方式去呈现。耳前区的部分的话，第1区的话我是用
反卷的方式去做弯度的设定。第2区跟第3区的上卷方式的话，我一样是用直立式的方式上去做上卷。后脑勺的部分的话，第1层为了让它纹路比较深的部分，我是用反卷的方式上卷。那第2层的部分会采用平卷的方式去做一个冲突的连接。那顶部区的部分的话，让客人整理的时候，它会有自然的卷度呈现，所以我会采用放射线的方式去做分区之后，再用直立式的方式去做上卷子。那接下来的部分的话，会去做一个卷子加热的部分。那今天的温度设定的话，我会抓在大概85度，然后15分钟。那如果说85、15分还没有办法塑到全干的话，我们可以再降低5度，大概80度的地方，慢慢的去把卷子塑到干为止，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就先去加热。那加热完之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完成的样子。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烫完呈现出来的完成品的样子。刘海刚刚用直立式的分区，它烫出来的感觉就会是在发根的地方，它会有自然的蓬度；那尾巴的地方，它会自然有一个往后勾的纹路。那给大家看到侧面的部分，那像这样子的感觉，表面看起来会像是很有卷度的感觉。可是我们如果拆开来看的话，其实你看下摆，我们刚刚一开始上卷的时候是用反卷的方式，所以它呈现出来的话，其实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纹路跟勾度这样子而已。但是加上我们表层的地方做直立式的排卷方式呈现出来的话，它会感觉是一颗看起来有卷度，但是又不会太卷的自然的手绕烫的感觉。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是一样是顶部区的地方看得出来它是有卷度的呈现。那我们翻开头发来看的话，里面的部分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内弯。那第1层的部分一样是用反卷的方式去呈现，所以相对的，你用平卷跟反卷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它堆叠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松度跟线条感，它就会来得比较好一点。那再搭配顶部区的直立式绕出来的卷度呈现的话，虽然它是感觉得出有丰厚感，可是它也是看得出它是有一点点轻盈度跟线条感的部分的。好，那今天就是分享这款发型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合作分享到这边结束了。你喜欢这个发型吗？如果你想要学更多其他的卷发技巧，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给我，我再邀请小杰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感谢小杰老师这一次的合作，谢谢，期待下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好，那我们教学影片到这边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记得帮我在这影片按一个喜欢。最后这边附上有 IGFB， 这边有 LINE，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私讯或预约。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